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国文化故事时间。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中国古代故事。对，这个故事叫做塞翁失马，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了。你知道吗？这个故事特别神奇，它会让你重新思考什么是好事儿，什么是坏事儿。是的，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老爷爷怎么这么淡定啊？别人都在为他着急，他反而一点都不慌。咱们先说说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大概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战国时期，那时候边境地区经常有战争。对，那个时候啊，中原和北方的胡人经常打仗，边境上住着很多老百姓，生活其实挺不容易的。就在这样的边境地区住着一位老爷爷，大家都叫他塞翁，塞就是边塞的意思，翁就是老爷爷。这个老爷爷啊，在当地挺有名的，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特别有智慧。邻居们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来找他聊聊。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塞翁家养的一匹马突然不见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那个年代马是非常珍贵的，就像现在你的车突然丢了一样，甚至比车还重要。是的，马不仅是交通工具，还是财富的象征，而且在边境地区，有马和没马安全程度完全不一样。邻居们听说塞翁的马丢了，都特别着急，大家纷纷跑来安慰他，说：哎呀，老爷子，这可怎么办啊？这么好的马就这么丢了。还有人说，肯定是跑到胡人那边去了，这下可找不回来了。但是塞翁的反应让所有人都很意外。他很平静地说，丢了马未必是坏事啊。邻居们都愣住了，心想，这老爷子是不是受刺激了？马都丢了，怎么还说不是坏事呢？有人就劝他，老爷子，你别想不开啊，马丢了就丢了，我们再想办法。但塞翁就是笑笑，说你们等着看吧，说不定这是好事呢。大家都觉得塞翁在安慰自己，也就没再多说什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早上，村子里突然传来了马蹄声。大家跑出来一看，哇，塞翁丢的那匹马回来了。不仅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好几匹马，都是胡人那边的骏马，特别漂亮，特别健壮。原来啊，塞翁的马跑到胡人那边以后，和那边的野马群混在一起。后来他想家了，就带着几匹胡人的马一起跑回来了。这下邻居们都傻眼了，一匹马变成了好几匹马。大家又都跑来祝贺塞翁，老爷子，你真是太有福气了，一匹马变成了5匹马。有人说，老爷子，你当时就说丢马不是坏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人开玩笑说，老爷子啊，你是不是会算命啊？但是这一次，塞翁的反应又让大家意外了。他看着这些马，皱着眉头说，得到这么多马，说不定会带来灾祸呢。邻居们又懵了，心想，这老爷子怎么回事儿？刚才马丢了说是好事儿，现在马多了又说是坏事儿。有人就说，老爷子，你这是怎么了？这明明是大好事儿啊。但塞翁还是那句话，你们等着看吧，福祸相依啊。大家虽然不太理解，但也没多说什么。毕竟塞翁上次说的对，这次说不定也有道理。塞翁有个儿子，年轻力壮，特别喜欢骑马，看到家里突然多了这么多好马，别提多高兴了。这些胡人的马啊，确实很漂亮，但是野性很大，不太好驯服。塞翁的儿子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些马都驯服了，每天都要骑着这些马练习。塞翁看在眼里，心里有些担心。他对儿子说，这些马野性大，你小心一点。但年轻人嘛，总是觉得自己能行。儿子说，爸爸，你放心吧，我骑马的技术你还不知道吗？有一天，儿子又去骑那匹最烈的马。那匹马突然受惊了，一下子就把他摔了下来。这一摔可不轻，儿子的腿当场就断了。邻居们听说了，又都跑来安慰塞翁，老爷子，这可怎么办啊？
孩子这么年轻，腿就断了。有人说，都怪那些胡人的马，要不是他们，也不会出这种事。还有人建议，要不把那些马都卖了吧，留着也是祸害。但塞翁还是很平静，他说，儿子摔断腿未必是坏事啊。这下邻居们真的觉得塞翁有问题了，儿子腿都断了，怎么还说不是坏事儿？有人忍不住说，老爷子，你这话说的，儿子受伤，当爹的怎么能说不是坏事呢？但塞翁还是那句话，福祸相依，你们等着看吧。大家虽然心里有疑问，但想到前面2次塞翁都说对了，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儿子在家养伤，每天塞翁都细心照顾他，虽然腿断了，但父子俩的感情反而更好了。过了1年，边境上突然传来消息，要打仗了。胡人大举入侵，朝廷下令，所有年轻男子都要参军打仗。村子里的年轻人一个个都被征召入伍。那些平时和塞翁儿子一起长大的小伙子们都要离开家乡去战场上打仗。但是塞翁的儿子因为腿伤还没好，走路都困难，当然不能参军了。征兵的官员来到塞翁家，看了看他儿子的腿，摇摇头就走了。就这样，塞翁的儿子免于参军。战争打了很久，非常惨烈。村子里那些去打仗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没有回来。那些回来的也大多带着伤，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而塞翁的儿子虽然腿受过伤，但在家安安全全，父子俩都好好的。这时候邻居们才真正明白了塞翁的智慧。大家都来感叹，老爷子，你真是太有智慧了，要不是儿子摔断腿，现在说不定……塞翁还是淡淡的笑笑，这就是生活啊，福祸相依，谁能说得清楚呢？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经历了4次大的转折。第1次丢马，大家觉得是坏事，结果带来了好事。第2次得到更多马，大家觉得是好事，结果带来了坏事。第3次儿子摔伤，大家觉得是坏事，结果又带来了好事。每一次塞翁的反应都和别人不一样，别人着急的时候他很淡定，别人高兴的时候他很冷静。这个故事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意思就是说，丢了马的塞翁怎么知道这不是福气呢？这个成语现在在中国特别常用，当有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朋友们经常会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安慰他现在看起来是坏事儿，说不定以后会变成好事儿。其实这个故事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对，就是福祸相依的思想。好事和坏事不是绝对的，他们会互相转化。在中国古代的哲学经典《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叫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意思就是说，灾祸啊，往往是福气依靠的地方，福气啊，往往是灾祸隐藏的地方。听起来有点绕，但道理很深刻，就是说好事里面可能藏着坏事，坏事里面可能藏着好事。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叫它辩证思维，不是简单的把事情分成好坏，而是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塞翁这个人物就是这种智慧的代表，他能够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当别人只看到眼前的得失时，他能看到更长远的变化。这种智慧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很有启发。比如说，你工作中遇到挫折，被老板批评了，心情很不好。但如果你用塞翁的思维来看，这次批评说不定让你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以后能做得更好。或者你考试没考好，觉得很沮丧，但说不定这次失败让你更加努力，最终取得更大的成功。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故意追求失败，而是说当失败来临时，不要绝望。同样，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也不要太得意忘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塞翁的故事还告诉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眼前的一点点得失，就大喜大悲。但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
现在的得失可能根本不算什么。就像塞翁一样，他不会因为一时的得失而情绪波动太大。这种心态在中国文化里叫做淡定。淡定不是不在乎，而是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理性地看待问题。很多外国朋友可能会觉得，中国人遇到困难时为什么总是这么淡定？其实这和我们从小听的这些故事有关系。塞翁失马的故事，很多中国孩子从小就听过。这些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让我们学会在困难面前保持希望，在成功面前保持谦逊。当然，这种思维方式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在西方文化里也有类似的表达，比如英语里有句话叫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意思是每朵乌云都有银色的边缘，也就是说坏事里面总有好的一面。还有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opens，一扇门关了，另一扇门就会开。这些都和塞翁失马的道理很相似，说明这种智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但中国古人用塞翁这个具体的故事，把这个抽象的道理讲得特别生动，让人一听就能记住，而且印象特别深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喜欢用故事来传达哲理。不是干巴巴的讲道理，而是通过生动的故事让人自己去体会。塞翁这个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他代表的智慧是真实的。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像塞翁一样有智慧的人。他们在面对人生起伏时，都表现出了这种淡定和从容。比如中国古代的诗人苏轼，他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起伏。有时候官运亨通，有时候被贬谪到偏远地区，但他总是能保持乐观的心态。他写过一首词，里面有句话叫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意思是说，人生本来就有悲有欢，就像月亮有阴有晴，这是自然规律，从古到今都是这样。这种心态就很像塞翁的智慧。接受人生的起伏，不强求完美，在变化中寻找平衡。现在很多年轻人压力很大，遇到一点挫折就觉得天要塌了。如果能学学塞翁的智慧，可能会轻松很多。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要完全不在乎得失，而是要有一个更平和的心态。该努力的时候还是要努力，该争取的时候还是要争取。但同时要明白，结果不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有时候我们以为的失败，可能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有时候我们以为的成功，可能是更大挑战的开始。保持这种心态，人生会更加从容。塞翁失马的故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怎么说？故事到最后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结局。塞翁父子平安度过了战争，但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呢？对啊，生活还在继续，变化还在继续。这就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对的好结局或坏结局，只有不断的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种变化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智慧。像塞翁一样，不被一时的得失所左右。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包含的智慧却很深刻。它教会我们用更宽广的视野看待人生，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得失。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这种智慧显得更加珍贵。很多时候，我们被眼前的成功或失败冲昏了头脑，忘记了人生的大局。塞翁的故事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保持平衡。不管是在人生的高峰还是低谷，都要记住，这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片段。福祸相依，变化无常，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接受这个本质，我们就能更好地享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塞翁失马时的失落，还是群马归来时的惊喜，都是人生体验的一部分。重要的不是避免这些起伏，而是学会在起伏中保持内心的平静。这就是塞翁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希望塞翁失马的故事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下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妨想想塞翁的智慧，焉知非福呢？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意思，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充满智慧的中国古代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记住保持一颗平常心哦。